现在等了半天，人一直没回来。撬开！快敲门！生日。老大，衣服上有血。应该是何文俊的，杀他的人不是姚军。2号晚上老街那个，应该也是他。他连他舅舅的儿子都帮。怎么了？他就是那个人。我们被撞的那天晚上，他就是坐我旁边的那个人。怎么可能？小东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。小东一直以来都是最疼洋洋，他怎么可能？他一直都叫我们一定要好好关心洋洋的学习，别让周围的人把他带坏，还托关系帮我们把洋洋转到二幼来读书。不可能！我们在他家里面找到确凿的证据，这一切应该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
怎么了？哎呀，洋洋怎么了？啊，出来呀！洋洋怎么了？别推我！洋洋怎么了呀？先进去啊！洋洋怎么了？别管了，别管了。洋洋怎么了？行了，别闹了。天哪！现在就给他爸打电话。老大，袁晓东身上的血迹确认了，的确是何文俊的。这小子今年24岁，跟何文俊还有姚军一样，职高没有上完就辍学了。辍学的时间正好是你们去贵州出事之后。他父母一个在东莞，一个在武汉，很多年了，都是外出打工的那种，上面就没什么亲人。结婚了吗？好像还没有女朋友。老高刚刚检查了他家里的几个药瓶，里面装的都是抗抑郁的药。这小子应该是心理上有点问题。最近怎么样？还行。你姑妈好吗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看看你。你跟袁晓东熟吗？袁晓东，他这个人平时也不说话，一个人待着，也没什么朋友。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？他一直都那样吧，也没什么反正。但是你们2号不是来找过他一次吗？找完他就特别着急的出去了。2号。1号呢？这些你们的人不是都已经查过了？1号上午他在店里，中午出去的，下午也没回来。行，有事你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包括你自己的事。你走了啊。哎，对了，那2天有个女的来找过他2次。女的？应该是在医院工作吧，长得还可以。因为我们平时也没见过他和女的说话，所以都挺新鲜的。你怎么知道在医院工作的？穿着护士服来的。他们在哪儿见的面？就这儿，2次都在这儿。那个监控你们店的吗？对。你好，这人是在你们上班吗？他叫什么呀？他应该不是我们这儿的吧？这儿的护士我都认识。哎，你们找他干嘛呀？他有没有可能是新来的？新来的，那我就更认识了。有结果了吗？对了，林队，我查到姚军在孤儿院的时候，在当时一个领导家住过一段时间，你看有没有必要追一下？行，有结果了告诉我。哎，林队，我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眼熟，这人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
喂，长寿医院那次去生孩子那家，我们之前应该见过那女孩。李队，照片人就是他，梁静秋。谢谢啊。没事，我先忙去了啊。我们是县刑警队的，你好。啊，来坐吧。你叫梁静秋？对啊。在这儿工作多久了？3年多了吧。大学毕业就在这儿啊？我读的卫校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？不知道。跟袁晓东熟吗？我们算是一起长大的吧。我们在他的 QQ 空间里面找到你们之前的照片，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什么时候？初中。那你应该很了解他了，对吧？了解一些。这2天你们有联系过吗？这2天没有。之前呢？最近的一次。月初的时候他找过我。月初？具体什么时候？大概就1、2号的样子吧。他找你做什么？他说他一个朋友的孩子生病了，让我帮他买点药。什么药？就治感冒发烧的药啊。小孩你见过吗？没有，他让我把药放在他工作的餐厅里边了。他有没有跟你提过这孩子是谁？不会是他表弟杨洋吧？杨洋的事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你知道那药是买给杨洋的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你真不知道他绑架了他表弟？袁晓东绑架了杨洋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我们搞错来问你啊。这真的不可能。小东对他表弟特别好，甚至比他爸妈对他都好，他怎么可能绑架他呢？再说小东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袁晓东一直有经济问题，你知道吗？那，就算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退1万步说，小东现在真的过不下去了，他也不会对杨洋下手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那是他舅舅的儿子啊。袁晓东父母来了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刑警队的。哦，来，请进吧。来了，林队。这是我女儿，杨静，是小东他妈。这个是袁晓东他爸，袁文海。坐吧。袁晓东的事，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他有跟你们联系吗？最近没有。1号那天打过1次电话。1号？什么时候？晚上8、9点的样子。他说过些什么？电话响了2声就挂断了。后来我给他打过去，他没接。你应该都清楚他做了什么吧？你们会知道他去了哪儿吗？该问的我们都问过了。
我怎么会生了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畜生啊？当初一生下来就该把他掐死算了，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？好了呀，你这样哭啼啼有什么用啊？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你又能做什么啊？这不就是你好儿子干的？你倒是把他救出来呀！就应该让他蹲大牢蹲一辈子，蹲死在里面算了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袁晓东，让他把洋洋带回来。洋洋被绑的时候一直在生病，我担心他的身体。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，该打的电话也全打了，他肯定跑到外面去了。你们一直都在外地打工吗？5年前，袁晓东为什么辍学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辛辛苦苦在外面打工，赚钱供他读书，还不是他自己不争气了？还能为什么？所以，你们不知道这些年他做过些什么。他根本就不怎么跟我们说话。我必须跟他谈谈。怎么跟他谈？上电视，我上新闻。无论如何，我总要跟他谈谈。小东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我不相信他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怎么可能会伤害洋洋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无论如何，他也不会让洋洋出事的。我去谈，我觉得他会回心转意的，他会把洋洋带回来的。晚上准备吃什么？没胃口。烤肉呗。小马他没想吃，刚跟我说。一会儿要说什么，你们自己决定，但要控制好情绪，千万别在电视上发火，明白吗？他有抑郁症，你们知道吧？不知道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症？意思？你又不用管这些了，就听您的就好，控制好自己的脾气。我们的目的是劝他把洋洋带回来，是吧？别在电视上开骂。到时候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，好吗？你去吧。来，外公坐左边，舅妈坐中间，爸妈坐这边吧。你们想好时间说了吗？我先。你们要是准备好了，我们随时可以开始。来，准备，1、2、3，进。小东，我是舅妈，家里都知道是你把洋洋带走了。
舅妈不怪你，舅妈知道你绝对不会伤害洋洋的，对吗？小东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开口提。舅妈上刀山下火海也会满足你。就是求求你，把洋洋还给我，好吗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还有你舅舅，记得你舅舅吗？从小到大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他都会给你，对吗？小东，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不管你准备做什么，你听好了，只要你还姓袁，只要你还是我儿子，就把你表弟给我送回来。洋洋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你让你舅舅舅妈怎么活呀？啊！你就这么一个舅舅，他也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是要他断后吗？从小到大，他们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给你，有什么好吃的他们舍不得吃都留给你。你都这么大了，每年的压岁钱他们都没有少给你，我实在是想不通，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小东，你要是能看到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家呢。你不去工作吗？现在没去。你吃过饭了没有啊？吃过了，你呢？我也早就吃过了。你吃的是什么呀？我吃的烤鱼啊。烤鱼又是江斌的家吗？对，江边那家。还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好了，妈妈，我要睡觉了，拜拜。喂，我在姚军的最近通话记录里面找到一个男的叫肖龙斌，他之前有贩卖过人口的前科。我觉得他联系他应该
什么？这人现在在哪儿？他就是肖龙斌。最近那起儿童绑架案知道吗？知道。被绑的孩子见过吗？姚军认识吗？认识。最近有联系吗？老实说，有没有？有。什么时候？不久前，就几天前吧。他找你干嘛？就是那个小孩的事儿。他让你帮忙卖一个小孩是吗？但我已经不干那些了。他来找你的时候是一个人吗？不是，应该是3人吧，还有个小孩。是他吗？当时我也没大注意看，他就躺在面包车里睡觉。不过应该是他。你确定没有帮他们？我是真的不干那个了，我就让他们去找其他人，别再来烦我了。你知道他们找了什么人吗？真不知道，不过听口气，他们很着急要把那小孩处理掉。他们打算把孩子卖到哪儿去？那倒没说，这种事情肯定是越远越好。不过什么？那小孩的情况不太好。什么情况不太好？你们知道他们把小孩弄回来之后都要喂他吃安眠药吧？当时那小孩好像在发高烧，他们又给他吃了太多的安眠药。我见到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已经白了。车上的女的一直在照顾他。你说车上有个女的？是。那3个人包括那女的吗？多大年纪？最多就20多、30岁的样子吧。是他吗？对，是他。梁静秋呢？不知道啊。小杨，小杨，他不是已经回去了吗？怎么了？去哪儿了？好像有什么急事儿，刚走不久。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吧？行。没接，要不你们去停车场看看他车在不在吧？我去，我带你去。麻烦帮我查一下他最近的考勤。好。那儿就是梁静秋的车。人呢？还在医院。那个白车就是他的。梁静秋。老婆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梁静秋这2天一直没回他宿舍，应该一直和袁晓东在一起。先别动手。上车。梁静秋1号下午2号全天都请了假，之后3号和4号2天又都是周末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一直都在一起。
在收什么？问你在收什么？我自己的东西。这也是你的。洋洋呢？洋洋在哪儿？没有。你们把他藏哪儿了？他不在这。那他在哪儿？说话呀，在哪儿？为什么要绑架他？我没绑架他。到现在你还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吗？我真的没绑架他。那东西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他之前确实在这待过。那现在呢？梁云秋，你别跟我们绕，好好回答啊！我们没来得及。什么没来得及？我说我们没来得及救他。他们给他吃了太多的安眠药了，我都送去医院的路上了，就是根本就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根本就来不及了。岳阳东和杨军呢？他们到底躲哪儿了？从来没跟你提过我们，仔细想想。任晓东给我个 U 盘，他让我给他家里人，然后他就跑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了。那 U 盘呢？这里面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像一本熟悉故事书，真相在渐渐模糊，像冬天轻片起了雾，想挣脱束缚，又陷入逃不开的桎梏。是人都有错误，却不是都渴望宽恕。每个人寻觅的幸福，藏匿在灯火阑珊处，挥霍掉经年累月的赌注，体会捶胸顿足的领悟。等到惩罚被解除，才知生命本痛苦。这城市喧哗的末路，只残留安静的孤独。谁知道这场莫名的演出，只是身不由己的旅途。
尽全身解数，始终走不出迷雾。